大家晚上好。现在有几个人？没有人。好，那么我们先去做一个简单的推广。进去发布 Twitter。好，我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啊？第一个，小孩无人机考证，是不是类似以前人学电脑前学打字练基础，没什么用？首先是这样啊，就是他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其实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小孩考的那个东西其实不是证啊，大人考的那个东西是证，小孩的那个东西是参加竞赛。对，这个就跟奥数似的，你说奥数有用吗？对吧？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大人考证这个事儿，其实有点像考驾照。你说考驾照有没有用？对吧？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然后呢，这个至于说以前学打字呢，我倒是觉得还是有用的啊，因为我原来是练过打字，就是专门买过一台机械打字机去练打字，这个事情我还是干过的。啊，对于后面的工作有一点作用吧，我觉得。无人机培训这事儿本来是个娱乐，被整成了教育，家长们又心怀功利的鬼胎，这实在是门糟糕的生意。没什么可糟糕的，对吧？我觉得你去学个无人机，总比学这个奥数什么还好点儿吧，对吧？你让他啥都不学，这家长肯定又不乐意，所以你还不如让他学点什么呢？而且未来的话，这个还不一定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叫发现兴趣，然后这个培养兴趣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那万一无人机就是兴趣的，又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你说你不让他去参与，说啊这个有功利心就不对，你做哪件事是没有功利心的？你给我讲几个。消费级 to C 产品如果需要培训，就只能证明产品交互界面的失败。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二极管了？你开车不需要去学吗？那是说明车没设计好，还是说明你没设计好呢？有欧盟地区的非手证，就跟驾照一样。当然，相较汽车驾照，无人机驾照要简单许多。其实还是现在就无人机少，多了以后的话，还是会有差异的啊。来了来了，先点赞欢迎。现在有40多个人了，非常棒。然后让我去把我们的稿子找出来。嗯。让我好，让我们开始来老范读评。第一条，北京、上海的消费坍塌。有人说了，说补贴个球啊！本来买5万的东西，卖你20万，政府好心补贴你5万，销售体补贴优惠3万，你这个还感恩戴德啊！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实在是太不了解国内的行情了啊，才会说出这种话来。现在卖你的东西本身也是赔本。这个是这样，就是生产和销售这个事情呢，它只要运转起来，哪怕是临时亏一些，其实都会为未来的生产打下一些基础，或者留下一些余地吧。现在真的没有5万的东西卖20万这种事情了，也挺难的。继续啊，凡事都有利有弊，交易过度聚集也不是好事，互联网是一种恶，应该抱着审慎的态度去面对它。这个我没想明白什么人会说这种话啊。
交易聚集的最大好处呢是交易效率提升，交易的效率提升，交易的这个频度提升，交易量提升啊。因为我们最终要的就是更多的交易，对吧？你把它分散掉了以后，交易变少了，那这个肯定经济会变得很差啊。而且互联网这种东西怎么就饿了呢？就像这个菜刀一样，对吧？你说菜刀这个东西是好是坏的？你拿它去炒菜，它就是好的；你拿它出去砍人就是坏的。互联网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个千万不要觉得工具好还是工具不好的这种事情。然后啊，禁止炒小炒差，这个里头有人说了，许多小清新啊，如果 A 股是小池塘，只是虾兵蟹将，那美股就是大海，有大白鲨。别觉得美股就捡钱，杀的时候比 A 股狠得多啊。这个怎么说呢？A 股呢，其实真的是这个很猛的啊，比美股要猛得多。为什么呢？就是股市这种东西啊，你是要有监管的。对吧？美股的监管要比 A 股严，对吧？也不是说美股的人他就不做假账，他也做。但是呢，你做了假账以后，总是不断的被退市，不断的有人进去坐牢，所以呢，他们会小心很多。这个谁的体量大，谁的交易多，谁的上市公司好啊，或者是上市公司的体量大这个事儿呢，跟那个你这里头到底是不是大白鲨还是什么，其实是没关系的，还是看谁的监管更严。A 股基本上是就是监管非常不到位啊，而且呢，各种监管下去了以后，还得看看背后到底是谁，对吧？这个你像美股，你就算是川普的公司，你真的去这个隐瞒收入啊，或者是这个做假账啊什么的，你一样会被告。但是在中国，咱就先讲政治了。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特别逗的人啊，他那个哥们儿说，我现在用炒 A 股的这个手法去炒美股去了，哇，那挣钱挣的叫猛，对吧？怎么个用炒 A 股的方式炒美股呢？就是进去找妖股啊，炒 A 股就是找妖股嘛，找这种小盘的，然后呢，在这个热点的事件上，这个事情本身，这个股是能够蹭到某个热点事件的，但是呢，它又比较小盘啊，然后呢，又可以在整个的热点事件里头还靠的比较靠前，他就找了好多这样的股，然后冲进去，然后快速灵活的进出，然后发现比 A 股挣钱挣的猛多了啊！当然，像我们这种没有那么多心思，没有那么多耐心去研究这个美股的人来说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去买一些 ETF 就完了，对吧？买一些这种美股 ETF，或者买这个直接买这个美股专项的一些基金啊，这个也是可以盈利的。啊，这个今天我的那个DBS 的这个理财经理还来找我说，哎呀，一天啊，这个应该是1月2号那一天，他们开放额度可以去做这个叫代客境外投资理财的这个事情啊，因为去年大概是到10月份把这额度用光了，10月份往后的话，大家就不能再去买他们的这种海外基金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是今年是1月2号开，说你们一定要攒好了钱啊，把这个钱都搁那儿，然后1月2号去买去，说不定哪天它就关闭了。我们想这去年到10月份呢，那今年这个怎么着也得啊，就算你大家都想去买美股，坚持个2月还是可以的吧。结果啊，就是一天啊，1月2号开放1月3号整个关闭了，就是所有的额度直接被吃光了。这个今天那个人家找我说：“哎呀，你这个眼光真好啊，你冲进去，大概到现在，你想今天是1月8号嘛，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啊，我已经把这个手续费挣出来了。啊，因为你买这种基金是要有手续费的，而且手续费很贵啊。这个几天啊，把这个一个礼拜把手续费挣回来了啊，所以你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买美股还是要安全很多的啊。好，我看看这边。我17年考的标准标普的无人机证啊，只能打药和搬运，今天突然作废了啊！今天突然作废了，考题增加了很多，特别大疆 T 系的操作证，增加了很多国家安全的题目，航拍也如此，无人机很内卷的啊！这个我觉得肯定越往后越内卷，现在只是说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已。这个为什么会劝别人低空领域呢？估计你不懂。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懂的。这个你看我自己做短视频，不是做自媒体，我也劝别人来做，对吧？这个我不会说我做哪个，你们都别来啊，让我自己做着啊，你们千万别来，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还有人在我这儿打广告啊，这个招聘广告就打吧，这个没什么关系，你只要别上我这儿打炒币的广告都可以。好，继续。这个禁止啊，这个刚才看了啊，上期读评里头其实有好多特别好玩的这个评论啊，咱们来去讲一讲。第一个啊，就是其实新的治疗报销机制的问题在于，一个病的基础上发现另一个就不在这个治疗报销的范围内的病时候啊，这个没法处理。极端点的就是躺在那儿割阑尾了，发现另外有一个旁边没查出来的什么肿瘤之类的，你说主刀大夫是一起给你切了呢，还是缝上让你重新挂号再来一遍呢？本人不懂医学，也没经历过手术，就是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这个不用比喻，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给你拉开了以后发现有问题的话，他肯定还是要重新让你去入院啊，重新治疗啊，否则的话，你如果算在前面阑尾那个上面，它确实没法处理。这个怎么说呢？就这种制度，咱们现在肯定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让它逐渐成熟起来吧。这个确实是比较憋屈的一个事情。继续啊，这个说黄色文章帖子肯定流量很高，是好应用吗？这里不是和你抬杠，这个评判标准不能只关注流量，我们确实是活在当下，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保持一点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像您这样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大 V，唯资本为尊，一味吹捧大公司财团利益。而忽略对绝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拉低了你的人设。打个比方，在没有调查了解的情况下，罔顾一位被拼多多罚了2、3万的商家的事实，一味为大财团站台洗地，还声称拼多多不会单靠罚款牟利，你哪里这么的自信？你调查过吗？对拼多多这样的榨血机企业，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大 V，应该有同理心。弱者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被欺负的一方，基于此，在双方事实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应该勇于站在弱者一边，抵抗强势，才能够为保持社会均衡做出一点点自己的贡献。第一次看到能够把道德绑架做成这样的文章的啊！那咱今天就跟你掰扯掰扯啊，这种人就一定要拿出来狠狠的踩，对吧？首先告诉你，黄色文章确实吸引流量，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那么剩下的事情该干嘛？应该是政府的事儿，你去制定法律就完了。我们守法，对吧？我过了线了我现在是这个违法了，那你把这帖子删了就完了，对吧？你说我已经过线了，被删帖了，或者被删除应用了，被封号了。那肯定不是好应用，对吧？我们一定是要在规则之内做事情，在政府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吧？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那在这个时候，我就去说挣钱就好了，对吧？你说我现在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经营者，我不研究去挣钱，我天天跟你去玩共同富裕吗？还是跟你去玩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对吧？我不跟你讲正事，我们就是挣钱。该讲正事是政府，政府他去说，哎，我们要去设立法律啊，然后政府还有一点什么，就是法无禁止即可行啊，别跟我整什么擦边这一套东西。至于另外一件东西，拼多多的事情，你调查过吗？对吧？拼多多开了罚单了以后，他把自己罚死了没有？他作为一个财团，他没有把自己罚死，对吧？你说我罚了一堆人，然后最后大家都不来了，不上我这儿做生意了，他把自己玩死了，那属于拼多多自己笨，这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同情的地方，对吧？人家自己一边开着罚单，有人挨了罚了，拼多多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那最后你说应该看哪头呢？对吧？至于弱势群体，你找政府去啊，对吧？政府不管你，你要求商家管你，或者要求其他人管你，凭什么呀？对吧？政府收了税的呀，他管理这个东西，他收了税，他应该管这些事情。那人家商家挣了钱，那是这个什么呀？他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挣了就好了。你如果说发现他违法了，你告他去啊，
对吧？政府不给你做主，凭什么让人家这个自媒体去给你做主啊？对吧？想多了吧你？这种人就开找骂。DeepSeek 性价比真的超过了 OpenAI Gemini 了吗？Gemini 2.0 Flash 是免费的，你这玩意儿咋抄啊？对吧？它肯定比OpenAI 便宜，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但是 DeepSeek 的，就是怎么说呢？就真的是像这种背了题出来的，你超出范围了以后的那个答案的效果还是会急剧下降的，对吧？这个你自己要去想清楚。这职位性价比有多高啊？估计一个月多少钱呢？什么职位啊？超过30K，这是讲的哪段啊？低空经济是吗？啊，这刚才那个啊，打广告的这个哈，没问题，那你们聊着。英伟达$3000的这个啊，这个正好在录呢啊，这个明天早上看。骂得好，欢迎啊！打字必须要联系，要不然你怎么要意思说啊？你搞 IT 的呢？这是什么意思？看得我晕头转向的啊！咱们继续，这个还是上期评论里头啊，说到真文人看不上董宇辉这事儿吧，我就很好奇，像阅读量大、知识储备多、这个逻辑好的高端博主，他们的订阅者多数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我们可能处在他们输出鄙视链的底端，流量都隔着好几个 level 的，但是他们的流量是我们给的。虽然可以说各取所需，但是我想想这事儿，觉得自己有点点可笑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董宇辉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是没法评价的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也是董宇辉对外表达的这个或者表现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说的有一点很对啊，就是这个传播是分层次的。这个真正的文人可能就是很高层次的这帮人，他们压根儿就不面向普通人去传播，所以他们看这种面向普通人去传播的这些这个大 V 也好，文人也好呢，啊，他就会出来这个叫做看不起啊，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去跟这些下里巴人说话呢？对吧？你说的话他们还能听得懂，那你说的一定有问题，对吧？这个你迎合了他们的这种口味啊，这个是必然存在的。至于说这些看不起董宇辉的人本身的文学素养有多强这个事儿呢，也不好说，因为我自己的文学素养没有那么强啊，所以咱们这个不要再去研究这个事情啊。然后呢，还有一点什么，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叫文人相轻啊，就是文人之间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他们互相看不起这事儿太正常了，对吧？所以不用太去研究说啊董宇辉的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再往后啊，说董宇辉的流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和导游聊天的时候，他说最讨厌的团是高中、大学老师为主的团。我猜测，最好的流量并不是有钱人，更不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理性消费者更难被忽悠啊。这个事儿呢，也不能这么讲，理性消费者有他们的这个弱点，也很容易被忽悠上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导游比较讨厌高中和大学老师的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就这些老师较真儿，对吧？导游所输出的内容呢，其实跟我的可能有点像啊，就是好多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啊，这个我们要承认。但是呢，你比如说找一个普通的团呢，他甭管讲点什么事儿啊，大家都是满眼小星星，哦，好厉害，对吧？这个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就学会了。但是呢，你整一帮这个高中老师、大学老师来，他就不停的给你挑错啊，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好像这个地方有问题的，那个地方你还是要再学习一下。这个作为导游来说，就肯定非常非常痛苦了啊。好，再往后还有一条上期评论了啊，关于中药啊，我的不同啊，关于中药的我不赞同啊。以前我也完全不信中医中药，我在合肥的啊，3月份还是4月份头疼啊，后查清是颈椎，几经周折，在合肥最好的医院合肥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开的药都不管用，后来去旁边的中医院挂了骨科，开了中药熬好了带回家。喝了第2天就感觉有效了，半个月
这个全部喝完就不疼了。虽然颈椎病是好不了了，毕竟是慢性病啊，我这其实就是神经受压迫。为什么神经内科给我开的西药一点都不管用呢？吃了2个月啊，用那乱七八糟的中药掺和一块熬一下就好了啊，早晚各喝1次，半个月就好了啊，而且半个月下来，整个身体感觉更健康了，人更精神了，这是为什么呢？对吧？这个呢，就属于是所有的中医粉丝经常使用的一个方式，叫举例说明。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中医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效啊。这个我们不是说中医永远无效，或者喝了进去就直接死掉，那个东西叫毒药啊。中医我刚才做毒药都未必那么有效啊，这是这个情况。然后呢，有效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你现在有效了，待会儿就不行了啊，或者说你自愈了啊，也有可能说，哎，我现在心理状态就很好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也没准说，哎，这个中药里头确实有一些有效成分啊，对你起作用了，这个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是看病这个事儿呢，还是要去相信科学，而且相信各种的责任。西医很多的时候，哎，一开始下的药不是那么管用，这很正常啊，对吧？也没有谁说药到病除，这个妙手回春这事儿一定就都好使，对吧？中医你看有多少治不好的，那治不好的呢，他就没有机会说了，对吧？人死掉了啊。那么治好的人，哎呀，我觉得好厉害。这个事情本身呢，从广告法上它也不对啊。然后呢，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上说呢，就是反正很多的中医都是这样啊，就是别人啊在西医没治好啊，然后到中医治好了啊。这个西医呢，我们也跟他们去沟通过这个问题啊。他说，你这回治好了，你过几个月你试试啊。然后如果治不好了，他不负责任啊？你西医治不好了，你告他去，对吧？然后西医要给你负责任，而且他给你开的药呢，他也不敢一开始给你开的很重，对吧？像我也是颈椎问题啊，西医看完了以后啊，做核磁，核磁完了，说你去做手术吧。我说我能去看中医吗？啊，他说你别去了，别费这劲了啊，那就去做呗，对吧？这有什么好说的嘛？这个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这里有一个治好的案例啊，那里有一个治好的案例，这事儿是为什么呢？不为什么，他自愈了行不行？对吧？或者说这一次有效了，那其他的时候怎么办？对吧？所以呢，这个讨论医学是中医是不是科学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任何一个人被治好了都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啊，所以千万不要举例说明啊，任何上这儿跟我讲中医举例说明的人啊，一定会被锤。然后我看看这边啊，后天下午新格伦首飞啊，这个，哎，我们还是等着看星舰呢。我不想看新格伦，我就想看看土拨鼠能不能飞起来。可以的，啊，涂老师开直播预定了吗？我得加个等待。哎，你这个是真有空，发生什么了啊？刚进来就听老范骂人啊，这个啊，一般有中医的我都是会被骂，会骂回去的啊。中医院开的药其实主要是西药，而且现在的中药制剂里头其实掺大量的西药。导游这个话题，高知群体可以参加袁老师的团啊，这倒是真的，比较对味儿。这次英伟达发布的汽车驾驶芯片有点迷人，而且那种人工生成训练场景啊也很有趣，包括数字孪生。对，但是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好像特斯拉是不用这个东西，特斯拉那个里边的芯片是他自己的。然后现在用他们这个芯片的呢，像比如小米用的是英伟达的芯片，然后国内好像蔚来也用的是它的，那个小鹏好像也是它的，就是国内好像用它的多。现在智能驾驶的芯片就是英伟达的，然后高通有一款，然后呢，国内好像是地平线在做这个东西，但是地平线做的到底怎么样就不确定了。对，这个反正智能驾驶这一块儿，呃，就主要就是国内的这帮大厂在使，啊，然后像，奔驰的我不知道用的是谁家的，宝马原来是某标 i 的，后来我不确定了。能说服信中医的人群吗？我觉得不能啊，这个其实没必要去说他，他们敢上我这儿来说话，我就喷他就好了。
这个 Project Digits AI Box 有竞争力吗？会成功吗？明天早上看节目啊，这个已经录好了，还没剪呢，剪完了就还没处理呢，没开啊，怕时间有变。对这个，发火箭这个事儿都是这样的，就是它时间总是不太稳定。好，我们继续。马化腾啊，这个是微信小店送礼物功能啊。有人说了，马化腾要是聘用了你，可以减少这个浪费吗？不能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大厂来说，它其实也很痛苦，就是它也需要创新，但是创新的同时呢，它又前怕狼后怕虎，很多东西你不试一下的话，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对吧？这个微信小店现在出来了，我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事儿不行。其实呢，我们在这种大公司里边做任何的创新和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人说这个事儿有问题啊，这个事儿不行。但是呢，还是要试一下。这个你不能说别人说不行了你就不试，对吧？这个有的时候就算你真的不行啊，你试完了以后也是可以回收一些数据，可以这个得到一些启示，没准新的方向就在眼前了呢，对吧？所以呢，这个事儿并不算是浪费啊。所有大厂创新都是这样，而且越大的厂创新越难。这个微信小店送礼物功能啊，这个有人说了，说在美国结婚的时候，愿望清单是种惯例。根据我查到的资料说，在100多年前啊，1924年，在芝加哥百货商店叫 Marshall Fields 啊，这个首次帮人进行婚礼愿望清单登记。一对新人要结婚，会开出他们的愿望清单，然后以及这个地点，亲友亲自去认购并送礼就行了。啊，这个看来还真的是挺有传承的一个事情啊，又长知识了啊，又长知识了。还有人说了啊，说广告跟游戏的毛利率比电商高多了，腾讯卷电商感觉没有意思啊，这个千万不要这么讲啊，挣钱这个事儿呢是没有够的啊，我们都想挣，你广告我挣到了这笔钱以后，我还想挣卖货的钱，挣完广告挣完卖货的钱以后，我还想挣这个贷款的钱，就是我要贷款他去买我的东西，对吧？这个每块钱都是多出来的，你不能说哎这块挣的挺好的。然后那边那个钱我就不要了，没有这事儿，都要。而且呢，广告虽然它的毛利率高啊，但是呢，它的总的流水要少，对吧？真正的还是做实体交易的这个流水要更高一些，利润的总利润量也要更高一些，啊，这个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咱们回过头来再想，如果我是电商做的好好的，那你们为了在我这儿卖好东西，得该干嘛呀？接着打广告，对吧？我还可以做更好的广告，所以千万不要想着广告跟游戏毛利高啊！而且游戏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项目，对吧？就是你可能做10个游戏未必能成一个，而且游戏现在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这个周期也越来越长啊，所以现在做游戏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挣钱了。而且做游戏，你想希望别人去打你的游戏怎么办呢？你还得去投广告啊，所以这个里头内部是通的。做电商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利于我们的广告平台发展啊，这个所以还是要去卷的，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打算和土拨鼠直接直播星舰不啊？如果星舰再发的话，可以再播呀，没什么问题。CES 发布了硬件，对这个我看了。拼多多、货拉拉这类说是人间极恶是不算夸张的，一个小店铺每天300-500仅退款，稀松平常啊！不看任何证据，只要申请就自动退款，数千人去公司总部维权的群体事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压榨有多极致，还算其次，还包括处理和制定规则的事情。充满了恶毒和傲慢啊，这个我倒不认为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从来不认为弱者就是对的啊，这个事儿就是扯淡啊。然后呢，这个弱者作恶的事情多去了
啊。然后这个像我们以前在这个盛大做游戏的，我们见过有人来拉横幅，有人来这个投诉，有人来去跳楼，还有人跑到我们那儿去自焚，我们都见过。啊，这个事情那又怎么办呢？对吧？我们只能是在工程允许的范围内，对吧？处理一部分内容啊，这你实在要来这个自焚了，那我们把你劝下来啊，你出什么问题了啊？这个装备被人偷了啊，那我们看看怎么来处理一下，对吧？那你没来，那我怎么办呢？这个我们也没有能力再去把这个事情搞定。那最后，如果我们把这个平衡掌握到，说更多的人还愿意玩这个游戏，那这个事儿就没毛病。对吧？如果最后我们平衡没有掌握好，说大家都不玩了，那就说明我们玩飞了呗，对吧？就这么简单个事情，对吧？这个而且这个有多少人去维权啊，有多少人被罚钱，都不能说明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唯一能说明政策好坏的，就是拼多多自己死没死。如果拼多多自己把自己玩死了，那个政策是个坏政策，对吧？剩下的看国家是不是制裁它啊？如果国家不管，那这个事儿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吧？这个商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极限挣钱就完了啊！其他所有的事情该是政府干，政府干去。我从来不相信谁是恶意的这种事儿啊，别扯淡了。你恶意上班吗？还是恶意留言？对吧？这个不要用善恶这种事情，不要用道德绑架的这个事情啊，去说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没有任何意思。这个软件啊，我是从来不看这个英伟达的软件的。陪个老外去个有名的中医院看病，我闲着无聊，看看专家门诊人不多，就挂了个号去看病。左肩膀有点发麻无力，结果人家说是这个做头颅 CT，我从来没做过 CT，于是做了，当然正常。其实我知道我是成天背个包包，里面苹果平板充电宝那个，后来注意左右换着背就好了。哎，这个怎么说呢？万一人家给你治好了，你不就变成中医粉了吗？现在医学不管涉及到什么领域，都是建立在研究方法基础上。研究方法采用数据化实验等各种方法确认相对正确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西医的方法和药理都是相对正确的。其实啊，我倒不这么看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西医这个事儿呢，首先他承认自己好多东西不会啊，好多东西不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法律责任、概率、保险什么的一大堆的东西和在一起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纯医学的东西啊。而且他也接受各种批评啊。他说你发现有问题了，我给你改回来，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系统。所以呢，这个才是它可以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的一个底层逻辑。而中医这个东西呢，它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它也不允许你去批评它，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就只能是因循守旧，然后允许各种骗子在里边横行霸道啊，这个就没有任何意义。来了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啊，其实人不多嘛，怎么才100多人？做头颅 CT 的目的是检查一下是否有头颅肿瘤啊，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做呗。老范能不能讲讲5系列显卡的这个选购建议啊？这个反正我是不建议买这东西。看来这里还有些共同富裕的爱好者，是啊，就是共同富裕。我们先看看啊，地球上还有穷人呢，你们怎么可以去发火箭去火星呢？对吧？你怎么不让这个穷人先吃好呢？对吧？这种人好多呢，每次看着这种人，我都会去骂回去啊，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批判和市场会做出选择啊，裁判和市场会做出选择。对，小商家过的困难是裁判不干活，市场没有议价。我觉得第一个是裁判不干活啊，另外一个呢，这些小商家可能就该被淘汰，对吧？不要认为说谁被淘汰了就如何如何，对吧？我们又不是动物保护组织者，这个让想活的活，该死的死，这个市场才会有活力啊！大家都活着，这个就会停在那儿了。你像日本那样，就是大家都要活着，谁都不许死，
那它就会停滞不前。老范是不是说的有点高了？没有善恶啊？其实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善恶这个事情啊，是非观念还是要有啊。第一，是非观念要有；第二个呢，呃，该由政府管的事情由政府去管，对吧？然后如果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呢，每一个人可以选择去还是不去，买还是不买。你说我不喜欢，我不在那儿卖东西，行不行？对吧？然后他今天罚了我，我明天还卖，还被罚，我还再去卖，还被罚，我再去卖，然后我来骂他，何苦呢？对吧？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嘛。这是多么的扭曲和双标的一种人格才去干这样的事情啊！这个真的没有任何意义。我同意老范对拼多多的态度，让市场机制和法律决定啊，不是某些现象来道德绑架。对，现在这帮人就道德绑架。这个咱们就说吧，这帮人被仅退款的这些人，咱们啊，把他到底在卖什么，这东西质量到底怎么样，都摆出来看看，对吧？那些卖的好的，在拼多多上愿意一直卖下去的人，人家卖的是啥啊？咱们呢也摆出来看看，然后咱们再来看看这些人到底值不值得同情，不就好了吗？西医治好了，觉得理所当然；中医治好了，就是再世华佗啊，粉之啊，确实如此。首页没有看到直播推荐啊，可能又改了推荐了，好吧？首页没看见直播推荐加1啊，这个行吧？这个就比较奇怪了。好，我们继续。雷军到来，汽车行业洗牌啊！有人说了，说雷军造手机，他拯救了手机行业了没有？没有啊，对吧？咱们雷军去任何地方都不是去拯救行业去了，他去任何地方都是去做行业洗牌去的，就是要把整个行业整个翻过来的，对吧？我从来没说过雷军去任何地方是要去拯救哪个行业啊，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是值得拯救的，都是说我们把它洗一洗，然后把原来在上面挤牙膏的这些人啊，在上面这个尸位素餐的人把它洗下来啊，这就是雷军在各个行业里边干的事情。啊，再往后啊，小米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想分一杯汽车补贴的蛋糕，没别的了。哎呀，我觉得说这个话呢，最合适的人应该是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啊。没有补贴的话，估计早死了，十几年之前就死了，对吧？这个别想这事儿啊，只要是政府有了引导了，下面的这些企业呢照着做就行了。啊，这个你不能说政府引导了，下边企业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哎，怎么能这么要求呢？然后啊，雷总的小米，大家都说他到处山寨别人，但是小米的产品也支撑了一连串成千上万的供应链，解决了巨大的就业。美国实行保护主义，各国效仿，尤其这个巴西对中国各种商品都征税，每年赚几百亿顺差啊！这个，我觉得啊，不要这么想这个事儿啊，就是小米呢有它厉害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肯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对吧？他每次给人家洗了牌了以后，也会有一大堆的人这个丢掉饭碗，然后被洗掉，这个事儿是也很痛苦啊。但是增加竞争嘛，大家总是要继续往前走。啊，至于美国也好，或者巴西也好呢，你也别想着说它征税是为了挣钱啊，它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境内的这种叫做实体吧。就咱们现在也在干这个事儿，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哪一个实体弱了，我们也会征税保护啊，大家都一样干。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无可厚非啊，这政府就该干这件事儿。现在其实真正干得好的谁是欧盟啊？欧盟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叫禁止劳动强迫产品。对吧？这个才是真正好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法立完了以后，我觉得美国也可以想办法立这样的一个法，就是禁止这个带有劳动强迫的这个产品，啊，这个它包括比如说用惩罚性手段啊，让这个劳动者非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啊，这叫强迫劳动，或者呢是说。啊，你的薪资极低啊，劳动环境极差啊，劳动的这个包括住宿啊或者其他环境都很差
那么这样的情况都算是强迫劳动。像前面巴西搞的这个比亚迪，对吧？然后一帮人还在那摁手印，我们自愿的，这个不算啊。只要是判定了说你这个劳动环境极差，居住环境极差，就算强迫劳动啊。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该干的活。好，继续啊，这个小米对比特斯拉是遥遥领先啊，未来的领先会越来越大。特斯拉现在偏行了啊，正如当年的诺基亚，因此特斯拉2025年会是它最差一年，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啊。这个怎么说呢？特斯拉现在为止呢还是很强的啊。小米雷军自己也说了，说这个跟马斯克跟特斯拉比还是比不了啊，真做不出人家那样的东西出来，对吧？只能靠堆料，只能靠减少利润啊，这个生跟人家去赔钱去生科去啊，这个才有可能往前走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特斯拉是不是偏行了这件事儿呢？现在好像是有这么一点点啊。因为呢，这个就是也是被咱们卷的，你就看国内这帮车企，每年出多少个新型号，以特斯拉这个 Model 3多少年了，Model Y 多少年了，对吧？然后新型号到现在为止出不来，那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那个 Cybertruck 据说是锁单了很多，但是大家也不太愿意提。我记得看卡尔加楚好像说是要求你去提车，你没去，对吧？这个。也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你锁单了不提的话，你的押金就没了吧？像我现在小米那个，如果我说我那个车不要了，那我那5000块钱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斯拉也需要重新去思考，它应该如何的在这个中国这些新能源车企的竞争下啊，找到自己新的定位啊，这是他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至于2025年到底怎么办呢？你再看吧。啊，再往后啊，说这个老范搞了半天，居然还没能够拿到购车补贴。之前订了一辆特斯拉皮卡啊，这好像就是卡尔加厨的这个评论。这个车行来通知几次可以提车了，不过我已经不想买了。这次车行说提供终身充电免费，就这啊还没有动力，这个有点看腻了，不新鲜了。这个它确实是这样。就是买东西呢，它有那个叫冲动消费，你冲动过了以后，这个再让你去买，确实是有一点点小难度的啊。这个，但是你有没有押金在里头？这个押金退不退给你吧？这个也就是如此了。我记得 Cybertruck 好像还是有押金的。小米苏7重大事故频发啊，引发舆情。老范分析一下，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小米本身是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啊，就是它就容易吸引流量。那么小米出任何事情呢，都会有人去凑这个热闹。雷军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就讲了啊，说现在的人呢就这样，就是如果他遇到问题了，他不会这个给你客服打电话或者给你提意见，他不会干这事儿了，他会一把扔到那个叫做比如说微博上啊，或者是拍个抖音啊，发个朋友圈啊，他会先干这个事儿，对吧？所以这种恶性事故或者这种重大事故就很多。然后小米呢，大量的事故啊。就是车撞了个乱七八糟，但是人都没事所以这个人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视频拍出来，对吧？而小米苏7的车，它的所有的视频、所有的照片呢，传播性又很强，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车企啊，专门愿意进去充钱，一看小米出事故了，赶快出去充钱，让这个内容更广泛的被传播，对吧？所以小米各种的事故就传播的很猛。而且呢，小米这次呢用了一个比较聪明的这种策略吧，就是每一次它宣传的是什么呢？就是小米的车都废了，但是人都在啊，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这车造的比较结实嘛，所以小米也没有刻意去压制，就是你想车在街上跑，谁家的车不出毛病，谁家的车不出事故都出，啊，只是别人家的呢可能压制了。而小米的呢，就是进行了这样的引导。你真的有车毁人亡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开了这么多，我估计可能也有。那小米可能也压制了。但是对于其他的什么着个火呀、撞个车呀、就撞个墙啊什么的，这个翻到沟里啊什么的，小米就没有压制，而是稍微的引导了一下，看人好好的啊，这就没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
那这个也就变成了一堆的这个舆情，对吧？也就如此了。好，让我们看看啊。要是不允许批评中医，就是所谓的文化自信的问题了。现在这种趋势下，基本不可逆啊。是中医是比较讨厌的。首页没看到直播+2，哎，这个很奇怪。我是看到首页推荐进来的啊，我的 YouTube 没问题。这个反正 YouTube 也在不断的去调整算法。我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突然发现就没人看了，这个很神奇。就是正常我一个视频应该有个7、8千、1万个播放，然后我今天早上放那个无人机那条视频，才可能2、3千啊，这个就很奇怪。最近可能又在调整算法。手机行业持续了将近10年的堆料和性价比，好像是小米带起来的。是的，这个雷军的话就是不服跑个分啊，对吧？这个他就带了这么个事儿出来。最可怕的是很多中成药进了医保，而西药被移除了啊，这个是，哎，这个反正医保会毁在这上头的。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也是别人的选择呢？市场经济需要有人觉得上当活该，也有人上当就骂呢？为什么买了上当就骂就是没有意义呢？批评别人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有意义呢？我天，这个话说的太绕嘴了。给你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吧。就是商誉啊，对这个人造成的损害，或者对一个就是他做的这个生意不是特别规矩，给他造成的损害吧。这个是日本人给我讲的故事啊，或者不是叫日本人，就是我在日本他们给我讲的故事。他说日本人呢就很喜欢传这种街头巷议啊，比如说一个小伙子啊，在某一个商店里边打工，不是很勤快啊，这个人呢也不是很老实，做事做得不好。那么他呢就会被这个店主去开除掉啊，开除了以后呢，这个店主还会去跟这个街上的每一家店说，啊，说这个小伙子不行啊，他干活干得不好，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就是任何人在日本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啊，都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去进行传播，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制定规则的时候呢，就要去思考说，哎，我在这种环境下是不是要稍微的诚信一点，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公司运营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去做，如何去制定规则，要去考量的事情。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哎，这个商品或者这家商家我不喜欢，这没毛病，都可以去说。说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四处去告诉别人，哎，说这谁谁的东西千万别买啊，谁谁家的那个小伙子你千万别雇啊，都没毛病，对吧？那么作为这个上面的商家来说呢，他只需要考虑说，我需不需要把这种传播考量到我的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考量范围内就行了。最终这些商家呢，是叫做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对吧？有些呢是成功了，有些失败了。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最后适应了，成功了，往前走了，那就没毛病啊，对吧？他适应了环境。有些呢说，哎，换了一个环境死了，对吧？这个里头没有谁说有意义没意义，我们都可以通过数字的方式，或者通过一些度量的方法吧，来去衡量说这个不太好的、不太诚信的、让人讨厌的这些政策会有多大影响啊？这个事儿都是可以去衡量的。小米的模式就是超大资金的华强北模式。小米厉害的是在每个产品线上的切入时间点啊，这还真是，也还不能这么讲，还真不能这么讲。小米呢是有非常严格的品牌管理和这个品控的啊，就是它的品控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原来认识小米投资的一个老大啊，他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小米出去每次看各种厂，首先他也要去做市场调研，说，哎，这个
商品是不是适合我们。而且大家注意啊，有一个东西叫米家啊，也是个商城，就是你别人家的商品也可以在他们家卖。你可以说我现在想到小米来卖这个东西行不行？可以的。或者有些人说，哎，我现在想接入到小米智能里头，我这个灯，比如飞利浦的灯，像我这个头顶上这个灯就是飞利浦的，然后呢，他就接到小米的这个商场里边去卖去了。小米会回收这个数据，回收完了以后呢，看这个大家喜不喜欢这玩意儿，如果喜欢的话，他就冲出去找一个厂，然后他找这个厂的过程呢，叫找老二啊，绝不找老大，找老二。然后呢，这个老二呢，就属于是生产的品质呢，跟老大差不太多，这个价格便宜还好商量啊，而且呢，这个你让他造什么他就造什么，他不会说，哎，我很牛逼啊，我这个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你不要跟我来讲。这个老二基本上说，这个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啊，这个我们觉得你应该造这样的东西，他就给你改方案啊，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小米就会去投资这样的厂，甚至买这样的厂，然后呢去试生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小米其实也不断的失败啊，就是也有很多的商品就作废了，这个正常，苹果还作废那么多商品呢，对吧？这就是它的一个玩法。而且小米呢，这些年来投资了非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吧，这个跨年的时候，雷军跑到他们这个车厂里头啊，去坐在那儿做直播，做了4个小时直播，啊，讲各种各样的事情，还去跟 B 站去联动。这个里头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任何人啊，这个你敢在多平台联动直播，基本上就是封号。为什么咱们看到很多这个主播在那直播的时候会挂一堆手机在那儿？就是他为了避免这个多平台联动，就是他每一台手机针对的是不同的平台，所以你就看一个主播在那直播，然后前头挂着4、5个手机，对吧？但是雷军就干了，说他直接在抖音上跟 B 站联动，然后呢，在抖音里头跟这个叫做什么？原来是人家不允许看人民币的啊，就是你在抖音里头只要出人民币就会被封号，然后他就直接瞪出这个人民币来红票子给大家看，说也没什么毛病，对吧？瞪出个红包来就扯出钱来了。后来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就是原则就坐在那儿，啥你要讲原则，说平台讲原则，但原则就坐在这儿做直播呢，对吧？这个 B 站老大叫陈瑞，陈瑞原来是雷军的助理，对吧？然后抖音后边的老大是字节跳动，字节跳动里头大概有2%几，接近3%的股份是属于顺为资本的，对吧？那妥妥的股东坐在这直播呢，所以你说你搞它干嘛？你就包括他造汽车似的，造完汽车以后，你发现从上到下的供应链都是他投资企业。现在给雷军做这个电机的公司，这2天在上市，对吧？然后给他做其他的各种零部件的公司都在上市，所以这个事儿它是一种大的这个资本运作方式啊。美国有大概率会跟上欧美法律，很多会同步，特别是对外方面。对，我觉得这块就是讲的是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反强迫劳动这个事嘛，我觉得美国应该会跟啊，日本啊什么应该都会跟。巴西又来新闻了，那个工程公司的派去的员工有几百名是签证欺骗，其实他们不懂国情，这要是签证不欺诈，那就让人感觉还有更大的猫腻了啊！什么叫签证欺诈呀？这个我还没看后边的新闻啊。我说怎么碰不到直播了？原来是我上班的时候在偷偷直播串播，好吧？你现在在上班哈？啊，特斯拉锁单不提是可以退款的，美国公司大概率不搞这种合理扣押金啊，这个好吧？这个还挺好的，反正像小米那个，我估计我要是不提车就扣了5000块钱就没了。现在人的确是不愿意沟通了，也因为以前沟通没什么结果，于是现在没有缓冲区了，要么沉默，要么就搞大，没有中间地带。哎，这个反正也比较悲哀吧。范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工程学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小米电池车作为新上市没有几年的车，哪有没有几年？它是1年好吗？你怎么敢买呢？一个交通工具，尤其是和生命相关的，没有10年的市场验证，我是不敢的啊。这个我还好，这个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是胆子挺大的，像什么蹦极啊什么我都可以去啊，但现在不行了，因为脖子上做完手术以后不可以了。这个你像特斯拉刚造出的车，也有人敢做呀，对吧？然后这个叫做谁？
福特他们刚造出来的车，它也得有人开啊，你这个不能都等着别人试完了自己再上，对吧？这个想装 Adobe 全家桶，这个淘宝上找了一堆号，这个还是这个要注意啊，不要这么看这个事情。那天你说世界上的蔬菜主要被中国人吃了，之前看大象公众会文章，他的意思是蔬菜不在征公粮范畴，所以虚报的厉害。同样的还有水果啊，这个因为中国的数据这个事情就没法说了，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这个我也没法去给你打这个保票啊，这个不敢。首页没推荐是没订阅嘛？你们都按小铃铛了没有？对吧？这个要去摁个小铃铛才可能会有推荐啊。对话形式的视频形式播放量低啊，这个其实我觉得那期视频挺好玩的，对，我还跟人聊得挺开心的。家厨成为本周绕口令写手第一名，是的。这个我的星链2代天线出问题了，结果 SpaceX 免费给我送了套3代天线加 WiFi 路由器，几天不能上网就补贴了1个月的网费，唯一的责任是要快递回去旧的系统，不过 SpaceX 付运费，哎，这个也挺好的嘛。其实我觉得好多的这种，包括原来苹果手机也是在国内不都是直接换新嘛，对吧？然后它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就是维修和处理售后成本最低的方式。但是呢，一帮这个中国的二傻子跑去说苹果你不可以直接换新啊，你必须得给我维修。然后现在苹果只能在中国去维修，不给你换新了。然后一帮人在那骂说你们这帮傻子，对吧？本来可以换个新手机的，结果就是因为你们要去搞什么三包法呀，什么搞这样的东西，最后只能是使用旧手机了。小米有点像苹果啊，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其实也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它大方向一般不做第一个。我喜欢把老范绕出破绽，没问题，欢迎。淘宝的 Adobe 全家桶或是其他充值低价的，一般是两种讨论，一种是黑卡，另外一种是本土低价。黑卡充值其实没有，它好多是破解的。小米摄像头不是，小米摄像头还是不错了，我照了月亮，进金星比别人的好啊，这个我还没有去试。两种套路啊，这个就不太了解了。我得去搞个 Adobe 全家桶土区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没必要用 Adobe，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画啊，就是画画的东西都是叫 Canva 啊，国内叫可画啊，英文叫 Canva，一个澳大利亚公司做的产品，非常非常好用，比那个 Adobe 好使多了。一个对油管，其他对国内，什么东西没看懂？我的 Google 服务和 Apple Store 主要是土区啊，目前失业状态，能省就省。好吧，你们去薅土耳其的羊毛吧。家厨和塔主是不是一对儿啊？不是，他们离着远着呢。这个大国人吃蔬菜比外国人多，基本就是一种大国菜比老外好吃的思路。我家感恩节、圣诞节、元旦啊，都是吃西餐，春节吃国菜啊。这个我觉得大国吃蔬菜多还是，因为老外好像不怎么吃蔬菜吧，他们也不炒菜，他们就是各种拌的菜叶子，可能煮菜吧，我好像吃过煮菜吗？炸的好像也不怎么炸菜，对吧？他们好像主要就是吃生菜，我觉得菜的种类和菜的总量来说，应该都是比中国人少的。沟通，但是欠幽默啊，这是讲的哪段？我已经策划了20几个春节菜谱了，不是吹牛啊，好吧？是不是西红柿炒鸡蛋加糖的不加糖的，加盐的不加盐的？哎，赶上直播啊，欢迎！你的体内肯定是凑不齐元素周期表了。
这个凑齐了也挺难的啊。中国的调查数据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很难保证准确性。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中国的这个官方数据呢，我们去看个趋势还是可以的啊。有人要求分享春节菜谱啊，我家外国人看我吃辣的，吃那么多菜，以为我是牛马，好吧？老外我觉得他们还是这个肉食多一些，肉啊、奶啊、奶制品多。这个苹果在中国也差别对待，那是肯定的。回头写评论区里没问题。范总十几年以前啊，但凡懂点手机的人都知道，罗的手机弄不成啊，为什么还有一堆人去投资？难道就是为了洗刷刷吗？啊，这个其实不能这么讲。罗永浩当时做手机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很害怕、很紧张的，以为他还是能够买到最后一张票。啊，就像小米造车，很多人也是觉得雷军你这最后一个来，最后这么晚来行不行？他最后做出来了。罗永浩当时做的时候呢，其实好多人觉得他有可能能做出来，对吧？这个还是要去赌一把的。包括雷军自己都吓了一跳啊，这个雷军都是很害怕的。我都会处理舆情了啊，都是境外敌对势力抹黑民族品牌，没毛病啊，是可以。今天怎么没看到鸡蛋灌饼啊？是啊，对啊，鸡蛋灌饼每天来这个问早上晚上好的这个，老外吃菜可不是拌生菜叶子，他们做的可复杂了。因为复杂，所以他们干脆不做了呗。啊回头可以学习学习啊。我看他们，比如说你吃牛排旁边会煮两根那个莴笋啊，或者是玉米笋啊，或者是土豆什么这样的东西，青椒，但是还是量很少。老罗手机没做成，还是因为产品不行。一加，也是跟这个锤子差不多同期成立的，好像还更晚一些。但是一加就先在国内成功了，继而返回先在国外成功了，继而返回国内市场。这个还不太一样，一加就是一帮做手机的人，老罗是纯外行进来的啊。而且老罗的手机没做成功，还是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原因。其实我们当时觉得，如果多给他一些时间，他是有可能会成功的啊，只是他的资金链断了。他在最后一个上车的人呢，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小米的第一款手机是小米一，非常不成功啊，质量非常差。那个当时小米一做完了以后，那账都结不上，就是跟那个做那个就是硬件供应商的这些人，就是做硬件物流的这帮人根本就付不了钱啊。那最后是那帮人说，那我看在雷军的面子上，让你再赊一次钱，你小米一的钱可以先不给我，你先去卖小米二。后来他是把小米二卖完了以后，才把一的钱还上，对吧？但是这个谁呢？老罗等于就是最后没有转过来这个圈子啊，就是大家做第一个手机的时候都挺难的。鸡蛋正在找饼啊，好吧。现在老外都用空气炸锅，有很多家里有2个空气炸锅啊，是吗？我家里是买了个空气炸锅，觉得还挺好使的。给老范制定一套卡尔家厨吧，好吧。这个哪天上美国找你吃去啊？一口菜一口饭，老外是菜就是菜，饭就是饭。哎，是吗？他们也是卷饼啊。小米的产品已经出了名了，第一代产品普遍不行，但是小米车这次做的还可以啊。像我也没有第一个冲上去的嘛，这个我也是等它卖了1年了才冲上来的。好，继续这个，英伟达收购 Run AI 这个啊，有人说了，什么是横店影视中心？不就是拍视频不用样样自己干，很多事情可以依托影视中心的资源和管理。据我所知，那些超级云计算中心公司管理云服务，也经常会用开源软件，而不是自己造轮子。这个，例如容器用 Docker 啊，容器调度用叫 Kubernetes 啊，Kubernetes 应该是这么念吧。这个就好像好莱坞梦工厂拍大片，
也会依托各种中介调度服务管理大小演员和这个是这样。其实这个 Kubernetes 是他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容器调度这个工具啊。这个 Run AI 就是在 Kubernetes 的基础上去改的。然后呢，你像国内百度啊、阿里他们用的这个容器调度也是在 Kubernetes 基础上改的，大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改。这个老范关于英伟达为啥开源的剖析，我觉得还是相当的路径依赖啊。例如，如今的云环境底下，这些写驱动的啥，其实英伟达不开源也不那么耽误啊。这个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的这个Linux 下边这些驱动吧，就是你 Linux 版本其实挺麻烦的，特别是有好多 ARM 的版本。对吧？我到现在我在本机上跑的那个Nginx 的那个 Docker 还在给我报这个不兼容的，说你应该找一个 ARM 的这个包，你这个包跟你现在的 CPU 不兼容，就是它会有好多这种特别讨厌的东西，而且大家都在这个基础上改来改去的，对吧？你的这种驱动如果不开源的话，你特别是挂到 Docker 里面去以后，反正不是那么好搞啊，不是那么好搞。看来预期应该不错，但是我现在等不到了，这个只能领苏期了。我拒绝空气炸锅，我用烤箱啊和炉子。空气炸锅还是省事儿啊，这个好多这种东西就是省事儿。现在流行的空气炸锅啊，是南极现在流行的空气炸锅，这是什么东西？成了砍吃的主题了啊，无所谓。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长一张会忽悠的脸。这是讲的哪段啊？小米啊，这个千万别觉得会忽悠能把东西卖出去啊。DBS 买的哪个升值这么高啊？这个现在反正在国内你肯定买不了了。老范会开会员直播吗？为了这个加会员了啊。这个其实开过一次，我们很少开会员直播啊，但是有会员节目，就是每周都会有会员节目。哎，加了会员就赶快挂小班子。会员直播呢是周六啊做了一期，周六还是周日做了一期，就主要是跟大家汇报了一下2024年的油管收入、油管的这个各种数据啊，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因为有人好奇，然后我说那就总结一下吧，但是我们在会员节目里总结。呃，老范老师晚上好，大家好啊，欢迎。这个我家也是2个空气炸锅，一个大的多层的，一个小的。哎，我还没见过大的多层的。我拒吃买来的面包，都是自己烤。拉面、烙饼、蒸花卷、蒸包子、包包子啊，这个你得有耐心才行，那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吃生菜原汁原汤是不是有点吃1斤得吃2斤炒蔬菜？吃牛排前面大概率要吃一盘沙拉。这个国外食品超市里面或许蔬菜品种不多，但是计算吃多少蔬菜是说总量，不是说品种。对，是这样的。其实未必老外的品种不多，很多大国也不卖啊。所以大国人也不大吃，不喜欢或者不懂。我拍视频的初衷之一就是分享各种奇怪的美食，包括蔬菜。挺好的呀，啥时候你整一堆奇怪美食，咱们来一起拍一条啊！我这个正式发出邀请啊，让我看看到底有些什么奇怪的东西。这个因为AI 眼镜啊，我对任何的 AI 眼镜都不看好。办会员送扳手，是的，有会员就送扳手，没有会员就取消扳手。你会员节目报收入了，那我要去办个会员啊，行，欢迎。空气炸锅炸薯条，鸡翅咋样啊？考虑入手一个，还可以，还行啊。现在新式的烤箱都有空气炸锅的功能，
拒绝空气炸锅，用烤箱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现在好多都是空气炸锅加蒸烤箱啊，就是它把所有东西给你做在一块儿，就是连蒸带烤，有的还带微波，对吧？然后再带这个空气炸锅。但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多个，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还是会倒不开。我觉得 AI 眼镜、AI 耳机都有点蠢啊，AI 有耳机没准还有戏，但是眼镜真的是挺蠢的。我看瞧瞧这什么意思？好啊，我们继续。这个雷军的千万年薪 AI 萝莉这一条啊，说1000万搞了这么多流量，可以哈。至于是不是天才让子弹飞啊，不过至少听起来比那位中专女数学天才靠谱啊。这个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上了名校发了论文你就觉得他靠谱了呢？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而且特别是在小米这样的机构里边去做 AI 研究这件事情，未必比中专生靠谱这种事情。然后呢，这个雷军确实比较会这个叫什么花小钱办大事儿。我记得上次他们是把那个 logo 啊，就原来是方的，然后改了一堆圆角，然后花了几百万，一帮人在那讨论说雷军你是不是被人坑了，对吧？这个圆角我也会画，你给我这个钱或者给我1/10的钱，我给你画去。啊，他最后是找了一个日本特别有名的这个设计师，然后把他原来的方角改成圆角，然后收了他几百万。然后这个事儿就真的是吵了好久啊，真的是也算流量的一个小玩法吧。现在 AI 现状，读博要先有顶会，很多本科都能开始发论文了，其实就是署名这里面有多少人情世故。哎，这个现在反正论文也是越来越水了呗，越来越不值钱了。然后真相信1000万就是傻逼了啊，这个我倒不觉得这样。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千万年薪有很多种玩法，你比如说里头有多少期权，多少股票，对吧？但是你对于小米这样的一个已经上市的公司来说，它的期权股票就是钱啊，这个不能随便就觉得就实现不了啊！不要让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我有超级耐心做饭，下周开始准备春节材料，鸡翅老外不爱吃啊？老外不爱吃鸡翅吗？蒸鸡翅，浇蒸葱油、生抽，很好吃啊？好吧，我觉得你可以让老外试一试这个叫什么东西，佛跳墙啊，什么猪肚鸡啊，什么花椒鸡啊，这些都是我比较爱的。我喜欢做菜啊，还喜欢种菜，有个菜园子啊，这个很幸福。呀，这个又回来了哈，回来了就给加上小扳手，是吧？等你下次再跑了，我再给你取消。买了 Meta 的这个眼镜，感觉 AI 眼镜的佩戴体验对于习惯戴眼镜的人来说，人很舒服，音效比耳机要好。哎，这种还是小众了一些。200万找原研摘设计的对比流量啊，原研摘啊，原研摘设计对比流量可太划算了。对，那个反正那也是一个比较神的事儿，花了200万找人设计了个这么神奇的个东西。好，继续。这个不太看好盒子啊，这个是罗永浩的 Jarvis One 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不太看好盒子，太容易被普通蓝牙耳机加手机组合替代了，老老实实去做眼镜吧。真有需求啊，我是对于眼镜没什么需求，虽然我每天戴着眼镜啊。再往后啊，说不觉得这是老罗的作品，确实有以前锤子的作品风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要是老罗还是这个水平就废了啊。这个老罗这么多年也没有在做新东西啊，他这么多年在这干嘛呀？在卖货呀，在直播呀，在说脱口秀啊，对吧？那能把原来东西做出来也还可以了，而且老罗也这么大岁数了，我估计他应该比我岁数大吧。
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岁数下，你还能怎么变呢？我现在可能还是喜欢听高中时候的歌，那人他就是这样嘛。这个还有人说了啊，在美国发布安卓 APP 竟然不上 Google Play，国内又没法注册，就算是发布了个锤子啊，我还真不知道他没上 Google Play，这个好吧，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玩法吧。想问老范一个问题啊，早期众多手机待机时间最多3、5天，西门子出过一款可以待机15天，是西门子还是飞利浦我忘了，反正是确实有过这种待机15天的手机，以自己的这个特性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如今为何没有一个厂商愿意走这条路了？我想，即便是手机做厚一点也是一个刚需，为何大家都选择不去做了呢？2万毫安的上飞机有限制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做一款大众一些的手机。那么大家现在就是喜欢越来越薄、越来越轻。我记得第一个把这个手机电池做小的呢，就是这个叫谁来着？就是乔布斯啊，就是他的 iPhone 1，当时呢就是一天撑不到，还是一天多一点，就手机就没电了。啊，后来大家说那我们就用呗，还是还可以，对吧？啊，那个后来发现说手机的续航跟这个其他的功能比起来，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你只要每天能够回家充电就行了啊，就是每天一充这个事儿是完完全全可以接受的，对吧？因为现在的手机这个屏幕这么大，然后的功能这么多，这个 CPU 这么强，你得配多了的个电池才能让它这个跑这么长时间，大家非常非常难的。其实以前这个西门子的这种超长待机手机，它的这个电池没多大的，因为它省电，对吧？这个是完完全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大家现在就放弃了，就是我一边要让手机变得又轻又薄啊，一边呢我们还要有这么多的功能，这么大的屏幕，这么亮的这个屏幕，那就这个少一点这个续航吧。大家反正也都习惯了。你现在真做一个巨老的厚的，然后可以使1个礼拜的手机，你可以试试，万一卖出去了呢，对吧？然后还有人说了，说老罗的视野总在 UI 上，特别符合一个不懂技术的老板总盯着界面 bug 不放。啊，我看也还有好几个人在附和这一条啊，说我们的老板就是这样的，总看着 AI 啊，从来总看着 UI，不看着各种的技术层面。这个呢，其实是产品经理和设计师与程序员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啊，程序员总觉得说，你看我把这个功能做得多好，这个效率又提升了一点，然后这个故障率降低了一点，这些东西啊，这个产品经理和设计师是看不到的，啊，他们只能觉得，哎，说这个我明明这个按钮画的是这样的一个颜色，你为什么写程序写出来实现的这个颜色就变了呢？他总会看到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术业有专攻嘛，对吧？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这件事儿。老罗能够把 UI 盯好这事儿就不错了。绝大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说，哎，这儿也凑合，那儿也凑合，然后就过去了啊。然后啊，还有人说这个美国有一个叫 Rabbit R1的产品，被很多批评人啊，被很多评测人评为最没用的设备。我觉得老罗的那个 Jarvis One 应该比 R1还要再差一些啊，更加没用的一个设备。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不要以为我多讨厌老罗啊，没有那么讨厌。这个，这种勇敢的尝试还是值得鼓励的啊。虽然我觉得东西做得很烂啊，但是这个精神值得鼓励。好啊，让我们再看看这边儿，耳机不能戴，会把耳朵戴坏。哎呀，这个还有很多人说看屏幕会把眼睛看瞎呢，那怎么办呢？炸锅、烤箱啥的，我的理解就是内部加热、外部加热、温度控制、湿度控制，有风没风的差异。想有炭烤的风味，也有可能使用外部加热，在食物表面涂一层泡了炭的油啊，还可以这样吗？不行吧？但是微波肯定是单独的啊，剩下的蒸汽我估计也是单独的。但是这个
其他的烤箱跟空气炸锅之间的主要差异应该就是这个就是有没有风的问题了啊，就是烤箱是会转，然后空气炸锅实际上主要是在烤的过程中去有风吹过去。SpaceX 在新加坡等亚太地区招人，月薪120 SGD，这是多少钱？去报名啊！这个土拨鼠，这个你可以的，可以炸土豆、炸鸡翅。不过炸土豆如果要效果好，就比较复杂。不过开油锅炸土豆也挺复杂的，是这样的。飞利浦超长啊，是飞利浦待机长，不是西门子。对，我也记得是飞利浦。120，我觉得是不是少2个零啊？电池极限限制了软件的想象力，其实还好了，就是你想我们再费电，你能有 Switch 费电吗？对吧？Switch 是最费电的。哦，对，今年要去买 Switch，这个 Switch，但我估计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会变成理财产品。我以前解决产品设计和程序员矛盾的方法是同步所有用户需求，所有人都盯着需求，产品耍杂技，技术飞天，这个设计酷炫，解决不了需求，就解决不了需求，好吧？蒸汽烤的时候啊，是里面放一碗水啊，这个是可以的。老范对降噪耳机有研究吗？我的降噪耳机都是索尼的啊，我现在是索尼的，这个就是小的入耳式的降噪耳机有，然后那个大的降噪耳机也有，就是我的所有耳机，也不能叫所有，就是原来买过那个叫 Beats 的啊，就是那个被苹果应该是收购的那个公司吧，买过他们家的，后来呢就都改成索尼的了，BOSS 的我没用过。在看直播啊，对，我在说直播。啊，120K 啊，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我觉得还是合理的，应该是年薪吧，65万人民币，这应该不是月薪。SpaceX 雇佣一个14岁的小孩当软件工程师，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哎呀，在软件圈子里头，这种少年天才还是挺多的。超长续航的小众手机还是有人做的，这个好吧，这个就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个牌子我也不念了。不是中医不行，是中药不行，这个中医本身也不行啊。少了3个零，是的。月薪啊，月薪65万人民币，那这个还是比较夸张的。那赶快去应聘啊，你可以的。目前出到第3代了，好吧，这个2万毫安时的手机，还是这个算了，我就不用去买了。好，继续读评论啊。深度求索的创新可以复制吗？有人说了，说中国人向来不缺人才，只是大部分太穷了，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所困，很难创造自己的时间，去拥抱自己的雄心。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哎，是这样的，这个也有很多人说，这个真的是，让中国人啊受了这么好的教育，或者在这么大压力下受完教育以后，如果能够衣食无忧，有一些基础的保障的话，那创造力是会吓到全世界的。啊，这个还有人说了，说其实歧视问题是有的，你在国外工作场合稍微待过一段时间就会懂。比如你的方案跟美国人的方案一起提交，两者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一般人家都选本国人的。只是 IT 业这种现象不多，但是你去其他行业工作过的就明白了啊。这个呢，我从来不认为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为什么呢？首先，这里头有一点就是，你觉得2个方案差不多，可能就是压根儿没有看明白差异在什么地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人家对于本国人也更有一些沟通上面的顺畅吧，啊，你说我们如果跟人说也说不太明白，然后也没有特别理解人家的本身的这种需求，我们就把东西做出来，然后觉得差不多，
对吧？然后呢，这个人家没选你的方案，你还觉得被歧视了，这个我觉得算是一种把问题过度简单化的一个方法还是应该好好找一下到底这个两个方案之间差多少或者沟通什么这块到底差多少，还是可以值得去学习一下。特别是美国这样的一种移民国家，对吧？他所谓的本国人可能也是一张中国脸，或者是一张这个黑人脸，或者什么印度脸都有可能，所以不一定说本国人就如何如何了。最后这个无人机少儿培训有人讲了说不错，说是俄乌战争让国家意识到了无人机的重要性，现在县级单位都需要组建无人机队伍了，人才缺口大。我觉得倒不是说县级就需要无人机队伍，人才缺口大，而是说什么呢？这个政府呢，永远干一件事，特别是中国政府，就是找借口花钱找借口增加人，对吧？这就是他们永远在干的事情。那么现在既然低空经济来了，那我们又有可以借口做点基建了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人说，飞行汽车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黑客劫持几百上千飞去中南海怎么办？这个黑客还可以劫持汽车呢，咱们现在智能汽车都可以劫持，飞机好像差那么一点但这也不是说完全劫持不了。这个事儿呢就别想了，就是你任何的这种交通工具也好，或者是这种家用电器都有可能会被劫持这个就不用想太多了。这两天在国内还出了一个特别神的事儿，我忘了是谁家的车了，集体出现刹车失灵。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那个软件公司去买一个什么什么软件，应该也是跟刹车控制有关的一个软件。然后呢，到了该去付费的时候，那个软件是要按年付费的，然后这个公司就没有去付费，第二年的钱没交，然后这个软件公司就直接把他们的 license 给取消了，然后导致这个品牌的车大量的刹车失灵。这个就不用说我去劫持你这个各种各样神奇的事情多去了。特别是你说一辆汽车后边是由一帮软件工程来去管理的时候，会有多么的奇葩。这个还有人说这个业内有个段子，飞手是继快递外卖员、滴滴司机后的第3个就业蓄水池，一般是建议从模拟器开始练。我觉得训练最重要的环节是安全意识的培养，剩下的就是熟练活了是，这个未来有一段时间可能又可以整一大堆的外卖这个就是飞手吧。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就业方向，这个怎么说呢？能够有几百万人就业，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了。至于到底能有多少人就业，反正最终还是要看经济怎么发展。如果经济就这么一个这个稳中向好的样子的话，任何的新的就业方向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再往后，请问这一行多久会被无人驾驶的真无人机取代？对，这个挺怪的就是无人机，咱们叫了这么多年，实际上都是有人操控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一开始叫无人机这个好神奇这个名字。这个就是真的无人机，就是真的完全靠这个遥控和程序来去飞的机器。现在其实很多就是你看的烟花秀上都是这种，然后像美团去送外卖的那个无人机也都是这种真无人机就是它是靠这个规划路线直接照着路线走的，就是绕基站走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就算是未来大家都上这种真无人机了，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人，去维护、去这个设定去做这样的事情，甚至这些机器可能也还是有这种手动操纵的这个能力，大家还是要去操纵的大概是这样。我并不认为是真的上了这种真无人机了，这个现在的无人机飞手就失业了不会这样。继续说新加坡的税是不是很高？新加坡应该税不高很多人跑到新加坡去逃税去。梅塔雷朋眼镜戴习惯了，就不需要耳机了，可以看 AK 讲的百姓大战是，但我对于眼镜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那么喜欢。2年前看了一个是否 Long China 的这个帖子，
那个时候的评论是 Long Chinese 啊，我也一直觉得中国人非常优秀，就是没有伸展的空间。对啊，你看把中国人送到美国去，大家不也发展挺好吗？对于那个说歧视的留言啊，这叫做文化差异。好多新来的移民虽然工作和语言上没问题，但文化的鸿沟巨大，甚至自己都看不见，因为大家也没有机会真的深入到美国本地人的生活里去，啊，只能等下一代啊，这个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ChatGPT 说的日语吧，总是让你觉得稍微有些别扭，而且很多的语法是错的，对吧？我估计中国人去了，虽然我们可以考4、6级，但是你去跟人说了以后，人家也会觉得别扭，就像我们听老外说话一样，对吧？你也是能听得出来的。腊八粥啊，腊八粥我昨天没吃啊，昨天因为去玩那个飞机去了，所以没吃这个东西。黑客劫持飞机，就好比当年科比如果撞这个五角大楼啊，这个黑客劫持飞机这件事儿还是会发生的啊，这个事儿其实挺难避免。这次 CES 主导演讲一堆外国人了，包括老中啊，也是一种歧视。不过现在华人老中是抱怨被老印歧视，哎，这个老印其实更多的是抱团儿。很多人工智能产品一开始其实是人工智能，我觉得是人工智障吧。新加坡的税是17%啊，这看来有在新加坡的。这个我就熬了八宝粥啊，不知道要配啥菜。我小时候也没有腊八粥传统。哎，腊八粥应该是从很早就来的，有这种传统吧？腊八粥的传统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说到年底了，对吧？这个粮仓呢都这个见底儿了，新粮食入仓了以后还不能开始吃啊，新粮食要到过了年以后才可以吃。以前好像讲的是新粮食阳气过重，人吃了以后对身体不好，所以呢都是这个什么呢？都是这个吃旧粮食。但是到腊八这天呢，旧粮食就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啊，所以就需要把所有的仓库都扫一扫啊，把各种粮食扫在一起了以后呢，煮成一锅啊，叫腊八粥。好像我是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就开始要准备过年了啊，过完腊八就开始准备过年，然后呢，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吃新粮食了。如何看曹操说啊？这个曹操说是不是那老外啊？有时候看一点啊，就是他在那个西班牙在哪儿去开旅店啊什么的，还是看一点儿。但是呢，他很多的这种观点，其实我是不看的啊。他呢，确实是这个老北京口音学得很像，但是你要仔细听的话，你会觉得这种很刻意的这种夸张啊，你真正北京人不那么说话。你像我说的就是老北京话，这个曹操说那个是那个老外嘛，他其实比我这夸张多了。如果可以随意移民，老范会选哪个国家？如果可以随意移民的话，我可能就不走了。现在关键就是难嘛，所以才惦记跑嘛。先点个赞啊！为啥只有1/10一点的点赞？这个大家这个觉得不开心呗，是不是？赶快去点个赞去。曹操说是一个年轻人啊，那咱们说错了，那我没看过啊。那曹操说跟大神姐都没看过啊，这就咱就不讲了。好啊，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啦。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下周三再去读评啦。我来看看啊，这个还有啊，还有这个大国的新移民其实语言大有问题，包括阅读西餐菜单儿，然后说老外只是吃汉堡包，但是他们也不明白为何那种美食汉堡包，汉堡包对他们就是快餐那种。没有啊，我也在这种很高档的餐厅里，他们晚餐里头也有一道菜是汉堡包啊。这个汉堡包并不都是这个快餐啊。
国内的这个裁判比较奇葩，稳定重于一切，真有事儿也并不渴望解决问题。老范觉得应该算比较典型的大公司思考方式。觉得不关我事儿啊，下边很不满意，又没有渠道发出声音啊。最后就是资本家掉路灯啊，仇富这种奇怪的言论，居然有不少人认同的啊。这个我呢是这样，就是该谁的责任谁背啊。这个你要求这个商人去尽社会义务这件事儿呢，就没有什么意义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个民众就是一帮这个特别特别看重社会义务的这个民众，那商人自然会去迎合，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不能说一边我要便宜，一边说，哎，你怎么可以不守规矩呢？那就是既要又要了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该是国家的责任让国家去背啊，跟这个商人没关系。因为 AI 需要视觉数据，英伟达据说也做眼镜了，这个我觉得不是啊，它也就是赶个时髦。英伟达其实做的好多东西是什么呢？叫公版啊。什么叫公版呢？就是原来他们做显卡的时候，每做出一个新的显卡来以后，它会设计一个公版，然后其他人呢会在公版的基础上，比如华硕呀、技嘉呀这些公司呢，会在这个公版的基础上再去修改改，对吧？这个还是挺好玩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做眼镜也好，他做什么这些东西也好，就告诉你说，哎，这叫公版。然后呢，你看看在这个公版上，我的芯片是怎么用的，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能。他并没有惦记把这个眼镜卖多好啊。回头写春节菜式啊，挺好的。这个国内的是20%啊，这个企业从税低至1%啊，这个税还是比较麻烦的。腊八粥基本上是北方传统，是吗？南方人不吃这东西吗？这个我还真不是那么了解啊。美国的高级餐厅通常都不是美国菜，意大利菜、法国，他们那个菜单都是意大利语的啊？不会吧？好吧，我还没吃过啊，等下次去了你们请我去吃。其实我对于资本家这个词儿不太同意，我觉得，中国就没有民间资本家，毕竟他们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啊。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去界定了。这个资本家本身这个就比较，模糊这个界定啊，最多只是算有钱人。这个，这就是语言跟文化的问题了啊，好吧。跟大家说一个小窍门，我一旦发现菜单看不懂的时候，就跟服务生说：“我第一次来，你推荐一道必须吃的。”这个也行吧。这个看来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方法。但是你现在有这个 ChatGPT 了呀，有这个谷歌翻译啊，有这些东西，对吧？这个还是可以去搞定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用谷歌翻译去点菜，当时在南非，应该是在开普敦啊，点这个牛排，然后看的那个词，牛腩啊，说这个居然还有牛腩吃，我要吃牛腩。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叫西冷牛排，然后也是一个这个比较搞笑的事情。资本家这个词已经过时了，只被从来没有经过资本家阶级的国民所盛谈，好吧？这个说的是什么啊？请你吃，好啊，这个回头到美国去吃去，地道美国菜，这个好像没吃过啊，有几个老中认识吗？不知道。服务生说：“我听不懂中文，人家是英语老师。”常州肯定不喝腊八粥，好吧，我还没去过常州。哎，其实是可以去转一转的啊。菜单可以搜图片啊，这个就是到美国去点菜，最讨厌的不是菜单的问题，最讨厌的是选项，对吧？它不像咱似的宫保鸡丁就完了，宫保鸡丁，对吧？你到美国去，你说我要吃牛排，他还要问你好多问题，还要问你几分熟的，然后要哪个部位，一般哪个部位是写在菜单上的啊？他要问你几分熟的，然后呢要问你配什么菜，然后那个一大堆的问题。这个像我们能够看好菜单说我要这个，
然后剩下的不懂，对吧？就很烦。南和西冷可不是一个部位，它应该叫它不是牛腩啊，它是叫什么带有金和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词啊，大概是西冷，这词是这个词，但翻译过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个德州特产餐厅嘛，啊，南方人认为那是八宝粥，八宝粥跟腊八粥是一样的吧？他们选项太啰嗦，是的，我也觉得是选项太啰嗦了。我要30%熟，剩下70%算小费，好吧。我其实出去吃牛排也是每次叫30%熟的啊，但是现在不知道，因为很长时间不吃的东西了，再吃这种带生的东西，不知道肠胃是不是还受得了。终于第一次赶上本周中的直播了啊，好吧。资本家这3个字儿不知道为啥在2022年那后就突然兴起了，对吧？万恶的资本嘛，那个时候讲。去你那儿素未谋面的故乡看一看，哎呀，这个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常州我也不认识什么人啊，回头我去问问啊，如果常州有很多的观众的话，我就到常州去开一次线下见面会，回头我准备发个帖子问问，等过了年吧，过了年以后再四处溜达，年前可能，估计各种的交通啊什么都不是那么的方便。好啊，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结束。